凌晨1点，我刚给患者做完宫外孕手术，不料我那回乡探亲的老公居然和一个女人一起被送到了急诊室。更让我不敢想的是，那女人冲着我们嚎啕大哭：“求求你们了，快救救我老公！我叫裴娜，是一名妇产科医生。”凌晨，我刚做完2台宫外孕的手术，正累得精疲力尽的时候，就接到急诊科的会诊电话。刚赶到急诊，就看到120医生用转运担架车推着一男一女进了急诊大厅。一对夫妻，男的洗澡时不小心严重摔伤膝盖，女的因为怀孕担心过度晕厥过去。不过院前我们已经采取了急救措施，现在孕妇神志已经清醒。120医生简单的说了一下患者情况：“老公，你没事吧？你不要吓我。医生，求求你们先给我老公看，我没事的。”还没等那个孕妇说完，他就被推到另外一个抢救室。我在犹豫他是不是需要会诊的患者时，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刚被抬到抢救床上的男人，看到他那熟悉的脸庞，我愣住了。这不是我那在外地出差的老公晨曦吗？晨曦，你什么时候和别的女人成了夫妻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大步上前，站到抢救床边，一把拉过床头的围帘，径直问道。此时这里只有我们俩人，而他正穿着白色的浴袍，蜷着身子，双手抱着肿胀的左膝，在床上疼得来回翻滚。而晨曦抬头看到我的那一瞬间，先是一愣，紧接着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，半张的嘴好像忘记了疼痛，惊讶的能塞进半个鸡蛋。我不是说去中医院吗？那低沉的牢骚夹杂着一股气急败坏，将他所有的谎言都败露无遗。作为 X 市人民医院的一名妇产科医生，我见过了太多奇葩的出轨事件，可当这件事真真切切发生在我身上时，我还是难以接受。明明出差前他还在床上和我温存，明明昨晚他还在和我微信视频，说这次出差很辛苦，让我回来好好犒劳他。我在医院累死累活的上夜晚，他却和别的女人以夫妻的名义在外逍遥快活，还折腾到医院，真是讽刺可笑。一股无法言说的愤怒直冲头顶，我只能死死攥着手中的听诊器，不让身体里的暴怒因子爆发出来。我冷冷地瞧着他，牙齿被我咬得咯吱作响，而晨曦脸上的尴尬和惊慌越来越浓。老婆，你别误会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发誓这是第一次，给我留点面子。第一次骗鬼呢？我看着他脸上的祈求，只感觉无比的恶心和憎恨。出轨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我绝不会原谅。原谅他，就意味着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他但凡有个风吹草动，我便会草木皆兵。怀疑就如同一把钝刀，他不会让我死，却会让我生不如死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在呼出的那一刻，我便调整好了情绪，恢复了如常的冷静。你不要脸，我也得要。现在手撕他。虽会一时爽，但撕破脸离婚，让他分走我一半的财产，然后拿着我的钱和小三双宿双飞，还让我在医院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笑话，这怎么算？我都是亏的。所以我需要暂退一步，需要隐忍，这样才有时间去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只有知己知彼，才有可能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徐主任，原来你在这啊！需要你会诊的孕妇在隔壁。一个年轻的急诊女医生小跑着过来，见我急忙解释道：“在此空隙，骨科医生已经赶来，简单给晨曦查了查体，先做个核磁看看。”说完，几个护工便上前要推抢救床，我也装作上前帮忙，却毫不动声色地将床上晨曦的手机放进我手术服的口袋，看着抢救车被推得越来越远，直到消失在走廊的尽头。我突然有一丝庆幸，幸好我结婚的时候还在规培，当时并未通知医院的人去参加婚宴，否则今天这个事儿会成为我的职业生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不仅让我颜面尽失，更会让我成为科室里的一个笑话。从走廊的尽头抽回视线，我径直走进小三所在的抢救室，正好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而且她还怀孕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不知道晨曦和小三是什么心情，但我现在憋着一股劲，满脑子都是恨。我要借着小三的肚皮，让他们万劫不复，从来在出轨这件事情上，男的渣，女的贱。苍蝇怎会叮无缝的蛋？当我看到小三的时候，我就更确信了这一点。一个长相甜美、画着楚楚可怜妆容的女孩，正躺在床上哭得梨花带雨，这娇羞欲滴的模样，怎会不惹晨曦的喜欢？怎会不激起他大男子主义的保护欲？可那哭了很久都没有花的底妆和眼妆，出卖了他的心机。看到有人进来，小三停止了哭泣，睁着一双故作天真单纯的眼睛，医生，我老公有事吗？说完，做事要来拽我的胳膊，我只觉恶心，本能侧身让他扑了个空。看着他那可怜兮兮的模样，我更是没心情回答。晨曦又不在这，做戏给谁看？还担心到晕厥，怎么可能？还是说他是故意要来医院，想我和正面开撕？可是看他刚才问我问题的模样，不像认识我的样子啊，或者说他没认出我来。此时的我，因为刚下手术，被一身手术衣、无菌手术帽和口罩裹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一双眼睛在外面，所以他认不出我也不奇怪。为了试探，我特意装作不经意摘掉口罩和帽子，故意迎上他那无辜的双眸，语气稀松平常。你觉得哪里不舒服？小肚子有些不舒服，我怀孕了。医生，小三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里没有丝毫波澜，没有愤怒，没有好奇，没有嫉妒，平静的情绪好像在看任何一个陌生的医生一般。直觉告诉我，他真不认识我。为什么？他心机不浅，并不是傻白甜。按理说都插足别人的婚姻了，为何不调查原配？难道是不想上位？那他图什么？晨曦并不是非常有钱的人，也不应该会是他的首选。以他这样的相貌和手段，分分钟找个富二代，岂不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？图爱情，这个理由更扯。我重新戴上口罩，大脑一边飞快地转动思考，一边戴无菌手套，嘱咐他躺平，准备给他做检查。怀孕多久了？50天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感觉他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，好像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样。
不过既然他不认识我，我不如就将计就计。如果现在正面开撕，除了会打草惊蛇，还会给他机会借题发挥，甚至演变成医闹恶心我。为了这一时的爽快，实在是不值。不治，我给你安排了彩超。做完检查，我摘下手套，径直将它们扔进医疗垃圾桶。医生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我需要住院吗？小三立刻紧张起来，抹了抹眼角的泪痕，收拾好衣服，径直坐起。做完观察再说。不过你这情况有必要住院，别急，等结果出来。我说话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不断变得严肃，可眼角的余光却一直在注意着小三脸上的表情，看着他脸上的担忧越来越浓。我知道惜字如金和有的放矢比一味的劝说，甚至放大风险要容易达到目的。很多患者在就诊时有一种奇怪的逆反心理，你越是让他住院，他便越觉得你会在他身上得到多大的好处一般，所以我越想留小三住院，就越要蜻蜓点水，一带而过，这样他会觉得选择权在他身上，他反而会更加心平气和地去思考利弊，只有他落在我的手里，我才有机会接近他，收拾他。果然，小三思考了一番，似是下定决心，脱口而出：医生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想住院，我不能让孩子有事，我这个宝宝太重要了。我心中闪过一丝得逞的欣喜，但脸上却毫不动声色。检查结果出来之后，我简单的看了一眼，迅速给他办理了住院，还特意嘱咐护士给他安排了一个53床的单间。当我用小三的身份证给他办住院的时候，才知道他叫顾怡，今年25岁，比起35岁的我年轻了10岁，正是青春最美好的年华。可是却干了最羞辱青春的龌龊勾当，还怀了别人的种。我和晨曦结婚8年。前5年他想玩，不想过早的被孩子束缚，所以我们就一直避孕。可备孕这3年，我的肚子却一直没有动静。为什么小三却怀孕如此神速？他们究竟是什么时候勾搭在一起的？而这所有的一切，在我翻看晨曦手机的时候都有了答案。他的手机设置了6位密码，我试的是我的生日、他的生日、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、我婆婆的生日，都失败了。最后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试了是顾怡的生日961001，进去了。我竟有些庆幸，晨曦是个大直男。当我翻着晨曦手机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世界上或许真的存在量子速读。我的心在狂跳着，但大脑却无比的清醒和冷静。我快速地跳过那些宝贝、亲亲，我爱你，么么哒。在聊天记录中，我抓出了4条重点：一、2人是电力系统的同事，男上司和女下属，果然有着培养感情的天然营养基环境，即使是在单位眉来右眼去，也不容易被我这个天天忙得手脚不沾地的人发现。2、小三是3年前大学刚毕业就来到了这个单位，3个月前2人正式勾搭在一起，而她也是刚刚发现怀孕50天左右。3、晨曦微信里有一张离婚证，她抛出这张离婚证的时间是在3个月前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顾怡会对我这个原配视而不见。谁会在乎一个前妻呢？所以对外他们才如此大胆，自称夫妻。虽然现在科技发达，PS 个假的离婚证是分分钟中的事，但晨曦的煞费苦心还是让我刮目相看，甚至惊得冷汗连连。4、红包不断，除了他的生日、确认关系的第1周、半个月、1个月到后面的怀孕，顾怡似乎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理由向晨曦要钱。这短短3个月，晨曦就微信转给他10多万，这里面1半的财产是我赞助的，这钱是我全年无休，每天在手术室做手术，累到快要猝死挣来的。一想到我辛苦拼了命赚来的钱，竟然花在了小三的身上，我的心中就涌现出一种控制不住的怒火。这些钱我会连本带利的讨回来，只是还是有一点疑惑萦绕在我的心头。虽然晨曦出手也算大方，可他除了算个差2代，连个中产都算不上，为何故意要在他这棵树上留连？还是说晨曦只是他众多追求者中的其中一个？我看了一眼一办事墙上时钟的时间，估计这回晨曦膝关节的核磁已经做完。我快速清除他手机里我翻看过的痕迹，迅速下了电梯，将手机放回了急诊科抢救床边的柜子上。转身出了抢救室，看到刚才的年轻女医生装作找东西的样子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听诊器呀？没有啊，我在找，说不定落在什么地方了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要离去，装作不经意间想起，对了，抢救室有个手机，不知道是谁的。那个女医生若有所思，可能是刚才那个膝关节损伤那人的吧。徐主任，你快去忙吧，一会儿我给骨科打个电话问问，要是找到听诊器，我用传送筒给你传过去。徐主任，一办事。我一页一页翻看着顾怡的病历，回想着她一口咬定自己怀孕50天的斩钉截铁，总感觉她有种说不出的刻意。可当我看到她孕检的彩超报告时，我忽然笑了，因为那萦绕在我心头的疑惑终于烟消云散了。彩超报告单上头臀四肢上可分辨的胎儿影像，从专业角度来看，这几乎可初见雏形的胎儿至少有3个月了。如果真的是怀孕50天，那彩超上最多是个孕囊。联想起晨曦和她的聊天记录，她也一直在强调自己就是怀孕50天左右而已。她这般费尽心力的撒谎和掩藏，无非就是不想让晨曦知道她怀孕的真正月份。那么她到底想掩藏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？这孩子究竟是谁的？可不管是谁的，这孩子也不会是晨曦的。而晨曦却一直沉浸在喜当爹的兴奋和喜悦之中。倘若有一天他得知了真相，又该会是如何的抓狂？所谓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我很庆幸3个小时前的退一步，让我有了海阔天空的未来。凌晨3点，窗外漆黑一片，可我的大脑却格外的清醒。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复仇计划在我脑海之中逐渐成型。以子之矛，才能攻子之盾，才能毁掉你们最在乎的东西。写完病历，我向护士叮嘱了句有事打我手机，这才回了休息室。我洗了一把脸，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既憔悴又疲惫，但总感觉缺点什么。从抽屉里拿出眼药水，滴了几滴，使劲揉了揉，
眼眶开始变红，这才满意的拿起手机给晨曦拨了过去。咱们谈谈吧。15分钟后，晨曦一手拎着止疼泵，一手推着轮椅进了我的休息室，他停在我对面。脸上没了刚才在急诊时的狼狈和仓皇，在这个只有我和他的私密空间里，他恢复了大男子主义的高傲，将头稍稍低下，开始道歉：“对不起，老婆，我错了。可这个社会也错了，现在的年轻小丫头，你都想不到他们有多主动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个男的，在这种事上，咱又没吃亏。”那言语间透露出来的敷衍和大言不惭，就好像他喝多了酒，不小心晚归了而已，没必要这么小题大做。再说，裴娜，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，这么多年，你虽然挣的不少，但终归是没给我生个儿子啊。所以，裴娜，我只是想要孩子而已。又有什么错？我一直低着的头，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才缓缓抬起。我故作惊讶，眼里早已是满满的泪水。为了演的形象逼真，我还暗中使劲掐了自己一把。这么多年，除了婚礼那天，我感动的哭了，其他时候，我从来没在他面前掉过一滴泪。而我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深刻地认识到晨曦是如此的厚颜无耻。他所呈现给我的逻辑，让我的三观碎了一地。他认为出轨不是男人的错，根本不是他想去享受其人之福，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，而是家里有个有缺陷的老婆，他是被迫无奈的。仿佛是我拿着刀架在他的脖子上，他才勉强而为之的一样。甚至在他和顾姨聊天的记录里，我成了一个十恶不赦，让他窒息的没有一丝空间的女人。他只是为了挣脱婚姻束缚的牢笼罢了，是无辜受害者。所以你就让别的女人生孩子。我眼中含着泪，满脸悲伤地问他。晨曦看到我的示弱，从轮椅上站起，一瘸一拐地坐到我床边，将我揽入怀中。我忍着恶心，没有反抗。你都知道了，也对，他都被你安排到住院了，我和他的事儿肯定是瞒不住你的了。哎，这终究是包不住火的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娜娜，我是打算和你走一辈子的。可是我也渴望有个孩子。依依她单纯可爱，又是大学生，她生下的孩子最起码和我有血缘关系，总比我们去领养一个不知根知底的强吧。我承认刚才我的示弱和委屈是装出来的，但此刻听到晨曦的话，我吃惊的表情是无比真实的。出轨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还要让我和小三共存。你喜当爹还不够，还要让我喜当娘。我需要时间。我沉默了半晌，才缓缓挤出来5个字。我脸上的表情纷繁复杂，既有纠结，又有痛苦，更多的是愤怒和委屈。只有这样，才会让晨曦觉得我是在慎重思考之后做出的艰难抉择。老婆，你好好考虑，这个事情关系着我们的美好未来，你早点休息吧。说完，晨曦轻轻将我松开，拍了拍我的后背。在他起身的那一瞬间，我明显地捕捉到他脸上得逞的笑意，看着他又一瘸一拐地坐上轮椅。关门的那一瞬间，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对我说了别为难依依。直到轮椅的声音完全消失，我这才冷笑出声。我怎么会为难顾姨呢？她怀了孩子，我比你们任何人都要开心，甚至我都盼着她肚子里的孩子快快长大，这样我的复仇也会来得快一些。这一夜我几乎没睡。早交班后，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刚想回家休息，却发现门口还站着一个早就预约好今天来做流产的病人。都是成年了，可总还是有很多不负责任的人做一些糟心事，打扰你的计划。走吧。边说，我边将他带到小手术室。做完流产，病人离开，我摘下手套，准备将他们扔进靠墙的黄色医疗垃圾袋，却好像听到了晨曦的声音：“宝贝，放心吧，拆迁款我肯定会想办法拿到的，我还等着给你和儿子改善生活呢。老公，我就知道你是最疼我的，不会委屈了。我和儿子。”这个小手术室和旁边的53床原本是一间大屋子，后期因为患者太多，所以才隔出一个单间来。因为是后期变动，所以这墙不过是一层薄薄的楼板，所以隔壁说什么还是可以依稀听见的。而这些话如同一把把利刃穿进我的心脏，让我的整个身子不由自主地沿着墙壁缓缓滑落，更让我彻底看清了晨曦的真实面目。4-5个小时前，他还在哄我要和我长相厮守，可转眼间他竟毫不顾及我的存在，如此明目张胆地来找顾姨。从始至终，他谁也不爱，他爱的只有他自己。而顾姨这个贱人，花了我那么多钱，竟然还不满足，还继续借着肚子里的孩子不断向晨曦施压。我心中的愤恨无从宣泄，扶着墙慢慢站起来，手指扣着墙壁，都要抠出血来。我一定要你们这对渣男贱女万劫不复。我老公是个拆2代，家里的平房拆迁换了3套，一套公婆住，一套我们住，还有一套卖了。我和晨曦又添了一些钱，换了一套学区房，想着将来有了孩子上学方便一些。可我却从没听过什么拆迁款，看来有必要去婆婆家一趟了。而3天后，恰巧是婆婆的生日，晨曦一向孝顺，即使是住院也不会缺席婆婆的生日。就如同现在到了婆婆小区楼底下，她一边强装正常走路，还一边不忘嘱咐我，千万不要告诉咱妈我住院的事情，免得她担心，是免得她知道真相会扇你大嘴巴子吧。我看着晨曦脸上闪过的一丝尴尬，只觉讥讽，但是脸上却不露声色，点头算是应下。平心而论，婆婆就晨曦一个独生子，对我这个儿媳也如同对待亲生女儿一样，所以晨曦出轨的事情我不想告诉她。最关键的是现在我不能告诉她，因为时机还不成熟。妈，快看看喜不喜欢。刚一进门，我就从一个精致的盒子中拿出一只传承黄金手镯，戴在了婆婆的手上。婆婆对黄金情有独钟，看着她摸着那沉甸甸黄澄澄的镯子，脸上早已笑开了花，可嘴上还是有些推辞。这个会不会太贵了？你们挣钱不容易，别破费，要不就退了。妈，这是送您退休后的第1个生日礼物，你喜欢就好。我看着婆婆要摘下镯子，急忙阻拦道：
此刻我是出自真心的。而此时的晨曦从盒子里拿出票据，特意看了一眼，有些震惊。3万，妈，你看你儿媳妇多疼你。说完，她脸上闪过一丝不悦，那意思是怪我没有和她提前商量就买这么贵的礼物。晨曦的确是孝顺，但是她孝顺的前提是不能超过她的心理价位。当然，这明码标价的价格不包括对她自己哦。对，现在还多了一个怀有身孕的顾姨，我压根不理她，只是单方面对婆婆露出无比真诚的表情。妈，要是没有你，哪里有我和晨曦的今天？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我这个儿媳妇是我婆婆相中的。当初我刚进医院，还在规培期间，在婆婆所在的内科系统轮转，婆婆一眼就看中了我。据她打趣地说，我那干净没有涂一丝指甲油的指甲，长在了她的审美上。确切地说，是我的聪明、善良、诚恳、积极向上吸引了她。虽然我出生成长在农村，但是能够挤过高考这根独木桥，考上本硕，连读临床医学专业，但是学历这一条配他儿子就绰绰有余。用他的话说，刚好能够弥补他儿子学历上的缺陷，好好教育下一代。而他那孝顺的儿子，虽然大男子主义，但对婆婆的意见也总会参考几分。所以晨曦对我也很好，觉得我温柔体贴，善解人意，不争不抢。只是到现在我才明白，我的温柔体贴，不争不抢，在晨曦的眼里狗屁不值，只是觉得我好拿捏，好糊弄。他单纯的以为我是那种为了能照顾他的大男子主义情绪，可以牺牲一切的人，甚至可以让我抚养他和小三的孩子。既然如此，那为何我不陪他好好演这场戏呢？这个时候我有多温柔体贴，到时候我就有多狠辣无情。对付这种无耻的渣男，我从不手软。妈，你进来下，我有点事和你说。晨曦一边说，一边把婆婆往卧室里拉。什么事啊？弄得这么神秘。婆婆今天心情格外的好，看着在厨房忙活的我，也觉得有些歉意。回头再说，我先和娜娜做饭。没事妈，你们聊，我自己做，我爱做饭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快去吧，一会儿阿西就该急眼了。我推着婆婆进了卧室，这才转身回到厨房，捏了捏笑得有些僵硬的脸，眼神里恢复了如常的冷漠。我特意将抽烟机的声音调到最大，然后洗了几个婆婆爱吃的草莓，端着盘子蹑手蹑脚地朝婆婆的卧室走去。门虚掩着，妈，裴娜那份拆迁款，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？那是准备给我孙子留着的。那也用不了50万啊，先给我20万，我最近手头紧，着急用钱。不行，妈，当初你可是答应我的，只要我和裴娜结婚，那份拆迁款就给我。后面的话我不想再听，也没兴趣再听。我本以为出轨、滥情、自私是晨曦的代名词，却没成想，连同我们最开始因为爱情而结合的婚姻，也是一个被设计的阴谋。难怪当初晨曦那么火急火燎着急领证，原来是有着这么一层算计在里面。本来公婆待我很好，我并不想伤老人的心，但现在看来，只有让他众叛亲离，才能让他彻底体会到被背叛、被算计的滋味。中午，公公下班回来，大家准备开饭。婆婆因为今天生日和收到礼物的原因，心情非常的好，而晨曦在一旁低着头吃饭，脸有点臭，估计是钱没要到。娜娜，你现在也是副主任医师了，事业呢也算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，所以孩子的事情也该逐渐提上日程了。其实妈不想给你们太大压力，但是你本身就是妇产科医生，高龄产妇对你和孩子都不好，这你也知道。听着婆婆的话，我故意低下了头，用筷子杵着一粒一粒的米饭，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。妈和你说话呢。晨曦看着低头一言不发的我，用胳膊肘推了推我，语气中多了一丝不耐烦。晨曦就是这样，她心情不好或者愤怒的时候，可以冲着他妈大吼大叫，但是却不允许别人对他妈不好。似是被晨曦陡然升高的语调呵斥到，又想起他最近做一桩桩一件件让人恶心刷新三观的龌龊事，再加上餐桌底下我掐自己的很近，委屈的情绪已经被我酝酿到极致。在抬头时，刚好一颗一颗的眼泪啪嗒啪嗒滴在碗里。怎么了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婆婆温柔的关切更是击垮我最后的一道心理防线，我呜咽的哭出声来，一边哭一边颤颤抖抖的从口袋里拿出早已精心准备好的化验单，放在了桌子上。晨曦拿着化验单仔细端详一会儿，也没看明白，然后递给了婆婆。妈，你看看这个垂体泌乳素膏是怎么回事？婆婆拿过化验单瞧了一会儿，安慰我，我以为是多大点事呢，不就是泌乳素膏吗？垂体核磁查了没有？查了。核磁室的评议说没什么事，那不就得了。婆婆握着我的手轻轻拍了拍，秀隐停吃了吗？吃了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。我擦了擦眼角的眼泪，抽泣了2声。晨曦似乎是意识到什么了，但是又不敢十分确信，只能刻意压着急躁的情绪，语气故意放得软了几分。妈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泌乳素膏是造成女性不孕的一个原因，但也不是不能治，治好了以后怀孕也不见得是件难事。婆婆说得很委婉，从头到尾都在考虑我的情绪，而晨曦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出一句安慰我的话来，但我能明显感觉到他重重地舒展了一口气。顾一怀的孩子是他的，而我又不能生，所以他现在非常确定自己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晨曦才象征性地拍了拍我的手，没事，有病就得治。而我心里也在笑，我知道这一剂猛药既能打消晨曦内心深处对自己的那一丝丝怀疑，又能传递给他一个我不得不收养他和顾姨孩子的信号。所谓一箭双雕，我看着晨曦脸上的如释重负和得意，也不禁偷偷扬了扬嘴角。坑已挖好，就等着你跳。从婆婆家出来，我和晨曦便分道扬镳。她回医院，我回家。刚到家，我就收到了同学好友给我发送的微信图片。大学期间，我不高调张扬，又乐于助人，
所以结下了不少的好朋友。幸好这么多年都没断了联系，大学同学遍布天南海北，有一直坚持梦想继续从事临床的，也有转行选择自己兴趣爱好的，也有继承家业人脉颇广的。就如同发我离婚判决书的这个同学顾怡，就读于某某大学电气工程自动化专业，长相甜美，性格开朗活泼。我快速地跳过这些内容，将注意力集中在一张法院的离婚判决书上。我打开电脑，登录了微信，将这张图片下载，然后放大，一行行的仔细阅读着。上面白纸黑字的写着顾怡在大学期间和孙泽海结婚，因为感情破裂原因离婚，为了弥补顾怡的青春、精神损失等等，孙泽海赔偿顾怡20万。原来这顾怡是个惯犯。现在我忽然意识到，顾怡为何要选晨曦当接盘侠了。拆二代这3个字对顾怡来说有着很大的诱惑力，可这也让我吓出一身冷汗。我将电脑上的图片传到邮箱，然后彻底删除，拿着身份证和房产证飞奔至房产局，查询了一下户主的名字，确实还在我和晨曦名下，一直悬在心头的大石头这才落下来。看来他脑子还没完全进了水。不过他若是知道他心目中那个单纯可爱的怡其实是个捞女，得多气急败坏，暴跳如雷。我莫名有些期待这一天早些到来。顾怡出院的那一天，我特意请了假，在医院门口对面马路的出租车里等着。很快我便看到了一辆熟悉的汽车，拿着望远镜仔细瞧了瞧车牌号，是晨曦的。师傅跟上对面那辆车。在这寒冷的冬季，我特意选了一身黑，然后戴了一顶深黑色鸭舌帽，帽檐还被我压得低低的。捉奸嘛，出租车师傅从下午便一直等在这，今天他的车我包了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。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发现我这辈子最见不得的就是男人出轨。司机师傅一个秒懂的手势，便跟了上去。晨曦的车子驶进一个小区，7拐8拐在一个单元楼附近的停车位停下。刚下车，二人就热吻了起来，直到目送他们上了楼，我也没有下车。姑娘，你要是去抓奸，我就给你录视频，我录的，将来应该可以作为上法庭的证据。老子最看不惯的就是吃着锅里的，还蘸着碗里的。我脸上非常平静。今天所有的这一切，不过是为了确定一件事：顾怡到底住在哪？她住院病历的地址，现住址一栏，只是写了 X 市裕华路，并未具体写某某小区和门牌号。她果然住在了我们买的这套学区房里。想着3个月前，晨曦还故意拿了1万块钱放在抽屉里，说是这套房子的租金，我就觉得可笑。回去吧，姑娘，你就打算这么放过他们？司机师傅还是有些愤愤不平。我笑笑，没有说话。怎么可能放过呢？他们越想得到的东西，我就偏要在他们眼前毁掉这些，让他们一无所有。晚上，晨曦回到家，或许是为了弥补心中的愧疚，他主动和我亲热，我没有拒绝，而是忍着恶心附和。在他大男子主义的认知里，我不拒绝就代表着原谅了他的出轨，但是在他最关键的时刻，我还是用轻描淡写的一句例假来了，让他偃旗息鼓。既然目的已达到，我没有必要把戏做足。虽然他和顾怡的梅毒、艾滋结果正常，但是万一没有个窗口期怎么办？我不想用我的生命健康作为代价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无论晨曦多晚回家，我都装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生气，不质问，甚至有时候还会装作十分体谅的样子。他在顾怡那里待的时间越长，将他肚子中的胎儿照顾得越好，我越高兴。开始，顾怡孕吐明显，晨曦便愁眉不展，甚至还会小心翼翼地试探问我怎么办。我笑而不语，心里却想，装什么装，都过了孕早期了。果然，没多久，晨曦脸上的愁容渐渐消散，顾怡的胃口大开，竟然总是喜欢吃特别酸的东西。每提及此，晨曦的激动总是控制不住，甚至有种欣喜若狂的感觉。甚至有一天回来，他刚进门就兴奋地跟我分享：“老婆，怡怀的是个男孩，我们老陈家终于有后了。”我看着他笑得如此开心，我也很开心，只不过我们各自开心的理由不一样而已。只是不过最近他的嘴是越来越刁了，总想吃辣的火锅，这个是不是对胎儿不好啊？那你可以让他多吃一些火锅里的青菜，这样营养会均衡一些。这句话是我对于顾怡在孕产期间发表的唯一一个意见，我斟酌了很久，滴水不漏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在我大学同学给我发的资料中，连同顾怡的饮食喜好都记录得非常详细。她酷爱各种口味的火锅，包括动物内脏，尤其是高档的法式鹅肝，却不知有些时候你觉得吃进去的是青菜，但实际上汤底里真正危害健康的东西也加过其中。有的时候顺势而为，就会发现效果出奇的好。看着他们逐渐掉入我为他们编织的网里，我知道离收网不远了。1个月后的凌晨，我刚准备睡觉，就听晨曦接到电话。怎么了？那赶紧打120啊！我马上去医院。说完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我就听到了急切的关门声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刚起床，看到客厅里胡子拉碴的晨曦，满脸憔悴，应该一夜没睡。老婆，姨她得了输尿管结石，医生说有20毫米大小，必须手术。可是手术有风险，孩子若是保不住怎么办？我上前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，就如同我撞见他出轨的那个夜晚，我在休息室找他谈话，被他想要我和小三共存的可耻三观惊讶时，他轻轻拍我的后背一样。在他选择背叛我们婚姻的那一刻，我和他早就成了永远都不会化干戈为玉帛的敌人。所以看着晨曦结婚8年来，在他脸上从未出现过的犹豫、伤心和纠结表情时，我心里痛快极了。当我在医院化验系统上查到顾怡越来越高的尿酸数值时，我就知道正义从来不会缺席，这个贱女人的报应要来了。此时此刻，我站在她身边，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，沉默是金，这便是我今天的立场。而手上的动作却很轻柔，
一下一下轻轻拍着他的后背，似是在安慰他，却又是在鼓励他说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。我好不容易才有了儿子，我希望我的儿子能顺利出生，不过医生说了，可以试试保守治疗，打黄体酮针，但是效果会很差。他一边说，眼圈竟开始泛红。黄体酮确实可以松弛输尿管平滑肌，起到暂时可以止疼的目的，但是却治标不治本。可是医院不给打，怎么办？即使我要求签字，也没有人愿意。我依旧没有说话，因为我知道盼子心切的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母瘤子的。只不过输尿管结石是一种非常疼痛的疾病，不仅会让你疼得辗转反侧、哭爹喊娘，甚至会晕厥过去。晨曦想保小，这我能理解，但是顾姨为何就算疼死也要留下这个孩子？是什么可以让他如此不顾一切？为了得到真相，我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，去调查顾姨这3年来的感情生活，希望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再次见到顾姨的时候，是在手术室。我和科室的孙主任刚做完一台宫颈癌的手术，还没来得及换手术衣，就被泌尿外科喊到他们的手术台上协同抢救。病人输尿管结石多天，在小诊所输了很多天的液，错过了手术的最佳时机。现在整个右肾只剩下肾皮质，现在只能手术切除。现在最棘手的是，病人怀孕5个月，术中先兆流产，造成子宫大出血，生命体征极其不平稳，性命危在旦夕。我看着手术台上被插着各种管子，全麻陷入昏迷的顾姨，原本几乎嫩得能够掐得出水的水灵模样，早已失去了生气。我心中有些痛快，又有些五味杂陈，让家属签字吧，只能先切除子宫保命，否则大出血休克，心脏随时可能骤停。孙主任当机立断，整个泌尿外科、妇产科和手术室协同抢救5个小时，终于将顾姨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。而我从头到尾都是协助，流程规范的不能再规范，也不敢不规范。在得知顾姨肾结石发作的那一天，我特意给公婆订了飞3亚的机票，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我24孝好儿媳的好人设。接机回家的路上，婆婆一直都在兴奋地说着蜈支洲岛的果冻海水有多么漂亮，多么令人向往，正好也弥补了值班这么多年没有时间去3亚旅游的遗憾。那眉飞色舞的神情，欢快的语调，处处都彰显着对我这个儿媳妇的满意和夸奖。娜娜，人人都羡慕我当年挑了个好儿媳，你可比阿西强多了。这么多天也不知道打个电话，她现在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打电话呀？即使是殷勤备至，寸步不离地照顾顾姨，顾姨却像是疯了一般折磨她、辱骂她。我没有说话，装作心事重重地开着车。婆婆这才注意到我的异样。怎么了，娜娜？出什么事了？妈，我可能做不成你儿媳妇了。我的眼圈开始泛红，连同声音都有些抑制不住的颤抖。晨曦她在外面有人了，还把人家肚子搞大了，住院都住到我们科了，越演越投入，我的眼泪控制不住的流了下来。去医院，婆婆愤怒至极，妈，不能去，去了我和阿西就真的过不下去了。我越是装作一副受害者的样子，婆婆就越心疼我。我们老陈家就认你陪那一个儿媳妇，现在立马去医院。我半推半就将车开到了医院。妈，你可千万别着急，你岁数大了。还未等我说完，气急攻心的婆婆就风风火火地拽着我上了电梯。晨曦，你个乌龟王八蛋，还我的儿子！我遇见你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，我恨死你了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原谅你，你这个狗男人！姨，你冷静点，当初我要是不签字，你命都保不住了。孩子没了，我比你更心痛，我真的是为了你好，当时情况紧急啊。病房里，顾姨一如既往的大发脾气，大吵大闹，晨曦则像一个孙子一样的舔着脸道歉，陪她宣泄情绪。啪啪，就在两人一地鸡毛的吵闹之时，婆婆就上前给了他们一人1巴掌，打得两人面红耳赤，目瞪口呆。妈，你干什么？晨曦刚想臭骂，但看到来人是婆婆时，语气顿时矮了半截。我倒是要问问你干什么？你这么做对得起娜娜吗？婆婆气得满脸涨红，说话都有些喘。妈，我还是不是你亲儿子？晨曦红着眼，有些气急败坏，给裴娜道歉，这事还有的缓，否则别怪我真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婆婆声音冷厉，气势凛然。我一直缩在婆婆后面，一声不吭，假装第一次知道后的委屈和无助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。婆婆看到后更是心疼，指着顾姨的鼻子便破口大骂：这年头你偷什么不好，偏要去偷人，这种行为要是放在古代，你都要去进猪笼的，真是不要脸。也不知道你爸妈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不要脸的女儿出来，真是丢人现眼，给你家人蒙羞。别人的丈夫就那么好吗？越说越气，婆婆的脸如同猪肝色，但感觉仍不解气一般，大步上前便又要去扇顾姨。见状，我急忙死死抱住婆婆妈。算了。顾姨捂着脸上的血痕，双眼猩红，仿佛一头发狂的野兽一样，再没了往日楚楚可怜的小白脸模样，露出张牙舞爪的狰狞。她指着我吼道：晨曦，就是这个死女人，拿掉了我的子宫，还杀了我们的儿子。紧接着，我便看到顾姨忍着还没愈合的伤口，作势起来要打人。我冷眼瞧着，而一直拽着婆婆的手故意松了松。紧接着，婆婆便挣脱了我的束缚，快步上前，一把打掉她指着我的手指，径直薅起顾姨的头发，啪啪几个大嘴巴子又抽了上去。大病还未出狱的顾姨，哪里会是我婆婆的对手？我告诉你，谁也别想破坏我儿子的婚姻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就只认裴娜这一个儿媳妇。现场一片混乱不堪，而我却冷静地看着，瞧着这场闹剧，看着他们互撕，而我的双手却干干净净，心里别提多畅快了。妈，我儿子已经没了，你就别添乱了。晨曦见场面控制不住，随手抄起身边的监护仪朝地上砸去，砰！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了。老公，那怎么会是你的儿子？你有无精症啊？我无奈笑笑，装作很惊讶的样子。
从口袋里拿出陈峰在抽屉最底层很久的体检报告，故作颤抖着递给了怒不可遏的陈曦。我看着他的脸，瞬间从愤怒变得惨白，盯着体检报告上那3个大字，满脸不可置信，紧接着便疯了一般的跑了出去。备孕3年，怎会不怀孕？我作为妇产科大夫，对自己的身体了如指掌，而且针对性查的各项指标都正常。我也曾提议过让陈曦来检查，但是每提到这个问题，就像我怀疑他某方面的能力一般，被他无情的拒绝。所以后来我偷偷拿着他的精液标本来化验，我本以为这辈子没有孩子也可以相敬如宾，携手到老，但是他却偏偏要背叛我们的誓言。半个小时后，陈曦拿着刚刚新鲜出炉的报告单，怒不可遏地跑了回来。他如同一头发了疯的野兽一般，径直将顾姨从床上拖下来，从病房的这头拖到那头，来回把他当球踢一般，整个病房都能听到他凄厉的惨叫声。妈的，老子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，天天把你当成奶奶一般供着，给你吃好的穿好的，还给你钱花，结果到头来你告诉我孩子不是我的，让我替你给别人养儿子，你当糊弄傻子呢？顾姨本能的反抗，张牙舞爪的抓他挠他，但是怎么会是癫狂状态下陈曦的对手？不一会儿的功夫就落了下风，只得蜷缩着身子窝在墙角里，恨得咬牙切齿。陈曦，你就不是个男人，打女人算什么男人？我为了你遭了这么多的罪，差点丢了半条命，你还在乎孩子是不是你的？活该你这种人生不出孩子。说完，顾姨像疯了一样哈哈大笑起来，而这简直是陈曦大男子主义不可侵犯的逆鳞，你这贱女人简直是不知好歹。说完，陈曦箭步直逼角落的顾姨，在她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就被陈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如同拎小鸡仔一般拎起。陈曦将她摁在墙壁上，紧紧掐着她的脖子，顾姨毫无血色的脸瞬间青紫，唇间的紫干越来越重，她想要挣扎，但是咽喉部被遏制住的窒息让她的双手使不上丝毫的力气，只有双脚在无力的蹬拽着。求求你放开我，我错了。直到服软，陈曦这才松开手，顾姨在重力的作用下狠狠地跌落在冰冷的地板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以后有多远给我滚多远。陈曦说完，在顾姨身上狠狠啐了2口，这才满意的离开。而顾姨那毫无生机的眼神里陡然升起一丝阴狠的恶毒。陈曦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我站在病房门外，冷眼瞧着他们互撕的酸爽，心里笑开了花。而陈曦的狠厉和决绝真是让我刮目相看，真是狗咬狗一嘴毛。而这一切远远还没结束，因为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没有登场。老婆，我错了，都怪我当初被他单纯的样子骗了，我们和好好不好？病房外，陈曦拽着我的胳膊，似流浪狗一般摇尾乞怜。我冷冷地看着他脸上的一道道血痕，唇间划过一丝讥讽的笑，一次不忠，终生不用。但我现在还不想离开，因为我在楼道的尽头看到一个打扮很潮的富二代急急忙忙赶来，左顾右盼的好像在找人。顾姨，你给我滚出来！那一声咒骂让原本刚刚恢复平静的战场再次陷入了激烈的争斗中。你当初怎么答应老子的？拿着老子给你的钱说打掉孩子，结果竟然瞒着我想偷偷生下来。你也不看你这货色，最强地摊婊，还一个离过婚的捞女，也配生下我们家的孩子？还是说你一早就打定主意生下来向我索要天价抚养费？我怎么当初不知道你这么贱呢？噼里啪啦又是一阵。20分钟后，那个富二代大摇大摆走出来，脸上虽然也挂了彩，但是那得意的神情依旧掩盖不住他就是这个楼道最靓的仔。今天这个病房所有的损失都由顾姨来赔偿，他当初坑了我那么多钱，出点血算是便宜他了。富二代离开时看到身旁的陈曦，先是一怔，紧接着停下脚步，握了握他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兄弟，难为你当了接盘侠，不过这样的女人我们见一次打一次，无论如何我都要感谢你。听说是你在手术之前同意书上签的字，给我解决了后顾之忧。那语气中的真诚和感谢却让陈曦如坐针毡，脸一会儿惨白一会儿铁青。看着富二代消失的身影，我的唇角荡漾出一抹再也不需要控制的笑。我动用了我能动用的一切资源，查到了半年前顾姨便开始勾搭设计富二代，引他入套骗钱，也逐渐得知他怀的孩子是富二代的。从始至终，陈曦便是一个陪跑接盘侠，但是像顾姨这样的捞女，又怎会拒绝一个疼自己、爱自己，还给自己钱花的冤大头呢？接下来，我知道该我上场了。看着满地的狼藉，还有瘫坐在地上的顾姨，我心中痛快不已，但脸上还故作一副同情的模样，口中发出啧啧的叹息声。你还真是可怜啊！此时因为被婆婆、被陈曦还有富二代轮番暴打的她，双侧脸颊和嘴唇肿得像猪头一般，头发如同鸡窝，哪里还能看出半分平日甜美的模样？而她双眼无神，涣散地盯在地上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精神几近崩溃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这世间最不能偷的便是别人的男人。看到我进来，顾姨抬起涣散的双眸，看清楚是我之后，双眼才开始聚焦，似是想起什么一般，恍然大悟：是你对不对？这一切都是你早就设计好的，是不是？紧接着便如同疯了一般癫狂起来，摇摇晃晃地撑起身子，眼看就要朝我扑来。就是你，我要告你！经过多番混战，顾姨早已是强弩之末，哪里还有丝毫的战斗力？我只是轻轻一侧身，便让他扑了个空。一不小心，他又跌回了地上。告我什么？我走到顾姨身旁，半俯着身子，唇角带着微微的笑，语气很轻很柔：告你切了我的子宫，是你们合谋害我。顾姨双眼猩红，死死撑着身子，使出吃奶的劲，也没站起来。我从口袋里慢慢悠悠拿出手机，调出那天手术的监控录像。为了这段视频，我特意去了一趟信息科和监控室，拷贝了好几份，
怕的就是被他反咬一口。我指着视频里的身穿绿色手术服的10多个人，一一介绍，这个是泌尿外科的大主任，这个是麻醉科的主任，这个是我们妇产科的孙主任，还有剩下的这些，你要不要都去告？我要不要把这视频录像传给你一份，让你看看？为了抢救你，我们医务人员5个小时一直都在高度集中的工作，和死神在赛跑。顾姨被我对得目瞪口呆。过了很久，她在呢喃道：“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是谁了？也不是很早，就是2个月前我收你住院的那次意外发现的。那时候晨曦说会和你断了联系，所以我信了。这个时候晨曦早就走了，往她身上泼点脏水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什么？她是这么说的。可你们不是离婚了吗？明明她给我看过你们的离婚证啊！”顾姨似是想起什么一般，自言自语：“也是，这年头男人的嘴怎么能信？离婚证也能 PS？ 只是我从没想到晨曦竟会连这个也骗我。”我看着顾姨恍然大悟的样子，只是可惜明白的太晚了。她是不是还答应你，等你把孩子生下来，把你现在住的房子过户给你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当初顾姨不顾生命危险也要保下孩子。虽然我猜想到了可能会有富二代的因素，但是如果晨曦不以重大利好来骗顾姨，怎会让她心甘情愿给她生孩子？只不过贪婪和执念蒙蔽了你的双眼，让你失去了思考的理智。我故意叹一口气，装作怅然若失的模样。其实我和你都是这场闹剧的受害者，若不是他2个都想要，你也不会变得如此狼狈。晨曦他才真正的罪魁祸首。我看着顾姨的拳头紧紧攥起，一双肿胀的双眸再次燃起愤怒的火光，甚至散发着一种让人不战而栗的恶毒和阴狠。我知道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。天作孽，犹可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你故意是这样，晨曦也会是这样，都不会有好下场的。而最后，在这场闹剧中，我成了最无辜的人。从始至终，我的手都是干干净净的。我只不过是利用了他们各自的弱点，利用了他们人性的劣根性，让他们互撕狗咬狗而已。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在第一次给顾姨安排彩超的时候，因为她小腹部疼痛，所以除了孕检的彩超，我还给她安排了肾脏和阑尾的彩超。肾脏上发现了几个不大不小的结石，真是意外之喜。我不过是提点了一句，晨曦让顾姨注意膳食均衡，这样的建议到哪里都滴水不漏。只不过她太爱吃火锅，太过贪婪，所以最后才会自作自受。1个月后，顾姨才好转出院。可刚出院，她就回单位大闹，将她和晨曦的亲密视频发布在单位的微信群里，男上司诱骗女下属，无耻，一连串的重磅八卦全部抛了出来，在单位引起一片哗然，甚至有好心人发布到网上。事情越演越烈，最后单位为了息事宁人，将影响降到最低，将2人双双开除。而我也借着顾姨的证据，向法院起诉离婚。法院因晨曦出轨在先，作为婚姻的过错方，将我们名下的学区房和家庭之内的一切财产全部判给了我。晨曦净身出户，一无所有。而在婚姻存续期间，晨曦转账给顾姨的10万块，我也通过法律手段要了回来。后来我依稀听说，顾姨被单位开除之后，一直高不成低不就，最后只能靠找点兼职勉强度日。可她平时花钱大手到脚惯了，挣的钱哪里够她开销，所以不仅花光了积蓄，还继续走上了捞女的老本行。但是在这个不算大的城市，她的名声早就臭了，很多男人对她也是玩玩，又有几个真心的，所以最后不仅没有捞到好处，还被频频骗色，连同身体都日渐垮了下来。最后他的精神竟开始出现失常，甚至疯疯癫癫。最后的最后，好像听说进了精神病院。而我为了避免恶心，毫不犹豫地将那套学区房挂到了中介。在房子卖掉的那一刻，我接到了医务科的电话，说主任医师评审已满的名额突然多了一个，可以优选考虑我。3个月后，在我刚出单位门口，晨曦便单膝下跪，手里拿着一捧鲜艳欲滴的玫瑰花。老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妈说你永远是她的儿媳妇。结婚时大男子主义的她都没有下跪，只是她从来都不知道，我喜欢的是百合花，寓意百年好合，而不是带刺的玫瑰，刺得我满身是伤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滚！我冷冷地丢下几个字，看也没看他，径直离去。现在的他，在我眼中连陌生人都不如，见到他我都恶心。开车回家的路上，想着今天在电脑上查到的自己的梅毒艾滋结果均是阴性，心情更加愉悦开来。车窗外鸟语花香，蝉鸣阵阵，夏天来了。从今以后，我要更爱我自己。